Hello， 大家好，我是伊燕，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个月所买的新文具，有从香港的中南广场买的，也有从日本乐天买的。因为要讲的文具很多，我就不多说废话，先从笔类开始跟大家介绍吧。为了做2021年的子弹笔记设定，我去买了几支新的 Tombow 双头毛笔。它有一边的软头笔尖，一边是 0.8 毫米的细笔尖。细的这一边是硬的，像普通水笔的笔尖，相信大家也对它不陌生。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用它来写字，因为它的笔头太长，写出来的字太大只了。在15尺寸的笔记本上用它来写的标题真的会太大，而且在软头笔中它的单价也不算低。但奈何它的颜色真的很多，而且试色图也是最容易找得到的。这5支就是我这一次买的颜色，笔身上的颜色会比实际画出来的深色一点，比较接近第2排刷2次的颜色。目前用下来最推荐的就是990和912这2个颜色，真的很好看，是比较难在其他软头笔中找到的颜色。除了Tombow的双头毛笔之外，我也买了4支无足的比日和软头笔。这款笔的笔头比Tombow的短一点点，也是比较大的笔尖，相比之下单价也不高，颜色也很多。但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上的试色图很少，官网也没有在卖这几个颜色。我买的时候是靠我对颜色名字的理解选的，还好他们名字改得很靠谱。除了 Mid Grey 这个颜色之外，刷出来的颜色都是我想象之中我想要的颜色，而笔身上的颜色也跟实际刷出来的有出入。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相信笔盖上的颜色。我发现我换上了看到新的软头笔都会想要买来试试看的病，看到这支笔写着速干，更让我觉得一定要买回来写看看。它的笔头跟刚刚2款是不一样的种类，跟 Pentel 的柔绘笔比较相似，但写出来的线条却粗很多。它真的是没有骗人的瞬间就干，可以避免手磨到字而化开的悲剧。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多，很容易渗墨。目前我试过的笔记本之中，只有我现在在用的子弹笔记本可以扛得住它的墨水，而且如果想要避免渗墨而写快一点的话，它也会有颜色不均的问题，是一支让我蛮失望的软头笔。因为最近想要好好的认真学日文，我买了很久都没有买过的荧光笔，这一次选的这一款 Kukuyo 的 Mark Plus 独角仙荧光笔的蓝灰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边就有2个颜色，在做笔记的时候不用换笔，转一下笔身就可以改变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出不同重要程度的重点。回想起以前念书的时候，要一直换不同的荧光笔来划分重点，这一支笔真的是超级方便啊！另外还可以把比例值来画出双色的细线，一支笔就可以画出很多不同的特别效果。只是在用的时候要注意下笔的角度，不然可能会不小心把另外一边的颜色也画出来。但用个几次就可以习惯下笔的角度了，所以问题不大，很推荐给平常需要用荧光笔的你。接着就是我这次所买的文具里面最喜欢的一款笔 Uniball One， 它的笔身设计非常的简洁好看，有一个金属的笔夹，用起来很顺手，轻轻一压就可以按开。它也有个防滑的笔握，很适合长时间书写。黑色 0.38 这一款整支笔管都是雾面的黑色，用凹进去的亮面材质写上款式名称，其他颜色就是白色的笔身，尾端和笔夹就变成了对应的颜色。这款笔主要的特色就是他们新开发的墨水，声称不容易渗透到纸张中，而且墨水速干，书写后不容易晕染，颜色也更浓更鲜艳。我就拿我手边的黑色笔来跟它比较看看墨水的差别吧。有我一直很爱用的 Uni UMU51 0.38， 还有以速干为最大卖点的 Pentel Energel 0.5， 很多学生都爱用的 Muji 胶墨笔 0.5， 还有多色笔 Pentel I 加的 0.3 黑色笔芯。Uniball One 写出来的线条比一般 0.38 的笔要粗一点点，粗细跟 0.5 的 Muji 胶墨笔差不多。填满的效果的确是这几款里面最黑最显色的。第二深色的就是 Pentel 的 Energel。接着我们来测试看看它的速干能力，先来试试看一写就马上抹它，然后就等个1秒再抹，最后就等2秒再抹，等到2秒就开始抹不到太多墨水走了，表现算是很不错了。再来看看其他笔的表现 ，Pentel 的 Energel 和I 加多色笔的速干表现是最好的，但 Uniball One 也不差啦。再来就是我这么喜欢这支笔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可以在纸胶带上面写字，在很光滑的纸胶带上面写字，墨水还是不太平滑，但来回画个几下就好了。
然后就等个几分钟等它变干，因为我想要快点拍完，没有等很久。这边还是被我抹开了一点点，但大家看看其他笔的表现，就会觉得它真的很厉害了。除了黑色以外，普通款的我还买了3种颜色，还有全包它的9款冬季限定色。平常我是真的很少会包色，因为我总觉得很多笔的颜色重复性都很高，但这一次限定色的每一个颜色都很特别，很好看。它笔身上的颜色跟实际写出来的颜色大部分都差别不大，大家下手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一次做的色票。其中我最喜欢的颜色是 Daytime Study 系列里面的开心果绿色，虽然写出来的颜色跟笔身上的有点出入，但我更爱它写出来的颜色，是很清新的橄榄绿，其他颜色也都很美，大家一起来包色吧。接着我还买了前一阵子很火的 Uni EMOTD 耐水性签字笔，我买了8号的5色套装，有附一个笔插，可以让整套笔站在桌上，这个包装真的很美很美。笔身是白色的磨砂材质，简约有质感，笔盖下面有一圈相应的颜色，笔身做成了4方形，防止在桌上滚动。火红的原因除了包装很美以外，它跟过往的传统水笔不同，它有一个专利的耐用抗压笔尖，很适合我这一种写字超用力的人。它的颜色选择也很多，当中有很多特殊色，跟市面的水笔颜色重复性不算高。这次我选的5色套装的颜色也很好看，而且也很好互相搭配。我个人觉得用它来画一些线条简单的小图案是很不错的，但它跟一般的普通水笔一样，会有积墨的问题，不适合用来上色，会有颜色不均的问题。而且它还蛮容易透底的。我这一边用的是 Kokuyo Campus 大人系列线圈笔记本，单单用来写字就透到后面去了。本来因为水笔都会积墨，所以我都不太喜欢买水笔来用，但这一款笔红到我忍不住买了一套。不过以这个单价来说，真的让我蛮失望的。除了包装和颜色以外，没有可以让我推荐的特点。没有很爱水笔的话，真的可以不用买。接下来是 MUJI 的自由换新覆盖胶墨笔9色组，是我哥送我的。它可以选到一款我没有的笔，还蛮厉害的。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我其实挺爱用这款笔的，但自从要写的笔记越来越多，我就很少再用它的，因为它没有防滑的笔墨，长时间书写真的太不舒服了。我严重怀疑我手上的茧是长时间用它来抄笔记而得来的。但现在不再需要写这么多的字，MUJI的笔还是很滑顺，而且 CP 值很高。缺基本色的话，可以考虑这套笔。接着最后一款笔是 Zebra 沙拉萨大理石色调 Clip。本来我只是被朋友烧到买了紫色盖的那一款，但他之后又跟迪士尼合作出了联名款色，我就又忍不住多买了支紫色来囤货之余，又买了其他2个颜色。每一款都超可爱，它的墨水是3种颜色的墨水混合到一支笔芯中，写出来的颜色是随机的，所以我这个4色色票其实不能作死，就当作是一个小参考而已。有时候出来的颜色会很纯，有时候会混了色浊浊的，我超级喜欢混色后浊浊的效果。之前用纸盖那一款写在笔记本上的着色是长这样的，跟我这一次写出来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举盖今天写出来的也超级黄，也是跟我之前写的长得很不一样。这就是这款笔最大的特色，但有时候也算是个缺点吧，因为如果出来的颜色不喜欢，就只能一直画，把那一段墨水给用掉。但混色时的颜色真的很美很特别，写满一整版手账也会有一直在变色的效果。喜欢混色或渐变的话，千万不能错过啊！接着就来说说笔以外的文具吧。先从这一款 Kokuyo Glue 方形口红胶说起。先来说说它的外壳设计，它的盖子特别加大了外缘的部分，使用的时候单手就能轻松开盖还有关盖。里面的胶是4方形的，可以更好的涂上纸张的角落，跟普通的口红胶一样，都是转屁股就可以转出更多胶。这款不起皱款用了酒精来减少口红胶里面的水分，所以在粘贴的时候即使涂上了很多胶，纸张也不会起皱，这也让它闻起来会有一股蛮重的酒精味。第一次用的时候这个味道有吓到我，但习惯了就没什么感觉了。把纸粘好后，短时间内也是可以撕下来再粘的，粘完了也不用太紧张。而且有限定病的我看到它出了粉嫩限定色，又忍不住下单来了。
我选了粉紫企鹅和粉绿青鸟，这两个的颜色真的是很梦幻很美，跟刚刚的不皱型不一样，这两个是消色型的，在粘贴的时候可以确认口红胶涂抹的位置，干掉之后它的颜色也会消失，这样就不怕涂错地方了。除了口红胶以外，我还买了这个一气棒硬刚式粘贴双面胶。在买这个之前，其实我已经用完3个了。我觉得它就是比点点胶更方便的粘贴工具。这样小小的一个可以粘贴500次，盖子上会有可爱的表情。使用的时候，盖子也是可以卡在屁股上。它还有一个瞄准用的小窗口，防止你盖错位置。因为是用盖章的方式按上双面胶，使用的时候可以把纸拿在手上操作。也是可以短时间内重复粘贴，粘错位置可以重新再来一次，而且粘性也不错。想快速把东西粘好的时候，我都会用它。接下来我还买了这个 Quill 的纸胶带切割器。原本我一直没有想要买的意欲，因为总觉得用剪刀剪不就好了嘛？为什么只为了剪纸胶带要另外花钱买这一个一点都不便宜的切割器呢？直到我在文具店看到了这几个限定款，真的太美了。最近他们又出了新的限定款，我已经准备好我的钱包了。它有2个不同的尺寸，分别可以用在不同粗细的纸胶带上。它主要的构造就是一个夹子，使用的时候可以轻松简单的更换纸胶带。装好切割器后，轻轻一拉就可以快速的撕下纸胶带。而且它用了独自开发的加工刀刃，除了不粘胶，撕下来的纸胶带切口都超级平整。另外我还买了一把新的剪刀，是这一把 Plus Fit Cut Curve 不粘胶剪刀，因为它防止刀刃晃动的轴心环，在剪写手账时要用细小的纸张也都可以很稳定。其实我原本也有一把用了很久的，但因为我乱用它用来剪很硬的胶条，刀刃被我剪坏了。这一次就买了这一个限定款的柴犬款，因为它不粘连的刀刃材质，我最常用它来剪纸胶带。当然，用它来剪纸也是很好剪的。另外，我还买了一个新的订书机，因为平常我很少会用到订书机，每次要用的时候都要找很久，所以我就想要买一个好看又耐用的订书机，平常可以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要用的时候就不需要东翻西找了。它的外壳是软矽胶，不想要这个华丽外表的时候，也是可以轻松拆下来的。重新装回去也不难，说到底就是因为好看所以才买的。除了北极熊以外，限定款系列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如果你手边缺一个漂亮的订书机的话，可以考虑看看它。因为一直在用的橡皮擦快要用完了，这次我还买了2款新的橡皮擦。第一款是这个 Plus 的富士山橡皮擦，橡皮擦的包装上有用金箔压上不同的和风花纹，在使用之后就会变成富士山的样子。他们为橡皮擦赋予了逝去是为了创造的概念。一颗橡皮擦也可以做得这么有意义，我也只好乖乖的掏出我的钱包了。第2款就是前阵子红极一时的透明橡皮擦，它的确是蛮透的。天真的我就想说，可以用在平常起稿的时候，更精准的擦走不要的线。但因为平常起稿的线我都画得浅浅的，就算它很透，其实也看不到淡淡的铅笔痕。如果大家也有想要买它回来起稿的时候用的话，就要再三思了。以上就是我最近买到的新文具，好像买的有点太多了，光介绍就介绍了这么久。还有什么其他影片想看，也记得跟我说。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